一命二运三风水，风水好坏和你大有关系。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小酱汁命理讲堂。今天小酱汁主要给大家讲讲15种必嫁的豪门首相，看看你有没有。嫁个有钱人或嫁入豪门，从此过上衣食无忧的少奶奶生活，是很多女生对婚姻的渴望。俗话说，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想知道自己能不能嫁个有钱人，其实从自己的手上的特征就能看出来。那些嫁入豪门的人，往往手相都有共同的特征。那么哪些手相的人有嫁入豪门的命呢？今天小酱汁就和大家说说。1. 手掌绵软且丰厚。掌软如绵是富贵格，如果手掌硬就与财无缘，难嫁有钱人。手掌绵软且丰厚的易嫁有钱人。手掌的颜色红润而有光泽，这样的人不仅事业成功，财运也好，而且大多婚姻都比较的幸福美满，易嫁个有钱的老公。如果是手掌的颜色暗黄且粗糙，那么就比较的辛苦，靠自己挣的钱多，嫁有钱人机会少些。2. 手掌并拢没有缝隙。如果一个女人的手掌比较的厚实，五指并拢之后没有任何的缝隙的话，这种手相也是非常不错的。五指并拢没有缝隙的女人，说明命中财运较好，会拥有丰厚的积蓄和产业。而且这种手相的女人，大多原生家庭也非常的不错，父母非富即贵，会给他们提供一个温馨舒适的生活环境，所以一路走来顺风顺水，将来也能够找到一个门当户对的家庭。五指并拢没有缝隙的女人经济比较独立，虽然她们能够嫁进富贵的家庭，但是婚后仍然会努力的去打拼挣钱，帮助丈夫在事业上取得更好的发展。所以这类女人不仅能够嫁入豪门，还很旺夫，婚后会给丈夫带来很多的帮助。3. 手掌红润有光泽。这种手相的女性在事业上是成功的，而且个人财运也非常的不错。结婚之后，老公对自己疼爱有加。如果手掌比较粗糙，就说明这样的女性就是一个苦命人。即使自己赚钱能力很强，但是想嫁个有钱的男人很困难，因为这样人的手掌一看就知道是经常干农活粗活的，日子过得非常的艰苦。4. 十指纤纤。在我们观察一个人的运势发展情况的时候，其实可以从一个人手部的情况去观察。如果一个人的手部皮肤非常的细滑的情况下，说明这个人本身就是一个生活条件相当不错的人，十指不沾阳春水，在生活上有人照料，所以会是一个富家小姐的手相特征。所以一般这样的人今后是可以找到一个门当户对的人家进行联姻的。5. 指节很细的。在我们的手相分析当中，如果一个人的手指长得很纤细的话，说明他会是一个平常不用怎么干粗活的人，相对来说，那种手指很粗壮的就会是经常要做家务做苦力的一种手相特征。所以这样的人他会是比较命苦的，而且婚姻运势也不顺利。所以那种手指纤细的人命好运势也好，今后也能够容易嫁得一个好夫君。6. 手背有窝窝的。在我们平常的生活当中可以观察到，如果一个人的手背会是凹进去的情况，其实这是属于一种典型的富贵手相特征。一般会拥有这种特征的人，不但自己的财运好，婚后还能够带动夫家的财富运势发展，是一个非常旺夫的手相特征。所以这样的人今后的婚姻运势也会是发展的比较顺利的，能够得到公婆的认可和丈夫的宠爱，所以夫妻感情和睦，家庭情况和谐。7. 手部皮肤。关于这一点大家应该也会了解到了，因为这样手相的人大多出生在家庭条件很好，并且气质好，外形条件也非常不错，所以这样的人在生活当中的异性缘会是非常不错的，桃花运也很旺盛。所以这样的人能够吸引到很多优秀异性的注意，最后选择一个各方面都比较优越的人，一同步入婚姻的殿堂。8. 事业线比较短。通常来说，能够嫁进豪门的女人事业线都比较短，因为这类女人并不看重自己的事业，更多的是姻缘。事业线比较短的女人没有远大的抱负和理想，对待工作也不是特别用心。
而是会花费心思去打扮自己，以此来吸引到豪门富贵的关注。另外，细心观察的人也会发现，很多豪门富太太婚后会放弃自己的事业，安心的在家相夫教子，因此在事业上不会取得太好的发展。9. 手中的钱财纹多。另外，如果一个女人的手上有很多钱财纹的话，也代表着将来能够嫁进豪门。因为手上的钱财纹越多，也就代表着财运越好。大多数人能够拥有家财万贯，也会实现经济自由。钱财纹多的女人本身心思缜密，头脑清晰，很有自己的目标和想法，知道该如何去扭转人生命运，也很善于把握时机。这类女人虽说自身赚钱能力不强，但是却能够通过婚配的关系来改变命运走向，成为令人羡慕的豪门富太太。10. 财运线长。在相学当中，如果一个女人的财运线比较长的话，也说明将来能够嫁进豪门。这种类型的女人自身能力是比较出众的，而且气质绝佳，在婚恋市场上很受异性的关注与好感。财运线长的女人很有经济头脑，思路也很清晰。她们在决定做一件事之前，会分析清楚利弊，绝不会贸然行事。尤其在面对婚姻问题的时候，不会凑合。这类女人命中有富贵，嫁进豪门的概率极高，而且婚后能够掌握家中的部分经济大权，实现真正意义上的钱财自由。财运线长的女人虽然财运好，但是她们很懂得精打细算，所以婚后并不会花钱大手大脚，或者是像别的富太太那样不停地买。也正因为如此，所以这类女人能够得到婆家的尊重和理解。11. 结婚线长。如果结婚线长，并且延伸至无名指根部和太阳线相交，这是可嫁有钱人的标准手相。即便婚前的你只是个小小的白领族，却往往有机会嫁给有钱人或者名流绅士的，也是因为自己身上独特的气质而吸引到对方。拥有这种结婚线的男生，也常因婚姻的帮助，在工作财运上享受到种种好处，因而在社会上拥有良好的名誉地位。所以有这手相的你，机会来了可要把握。12. 元宝纹。所谓的元宝纹，就是指在手中的生命线与杂纹形成的闭合的四边形，看起来就像元宝一样。而一般拥有这样手纹的人，自身的财富资产会比较多。通常的情况下，元宝长得越大，则他们财富聚集的能力也就会越多。无论是大元宝还是小元宝，这样的女人都是阔太太命，或者是自己就能够实现财务自由。13. 事业线粗而清晰。事业线是从手掌根部的位置向中指根部的位置向上延伸，看起来非常的清晰，则一般这样的女人事业心强，野心大，在事业上会比男人过得更好，甚至创造的利益也会更大。所以一般的情况下，拥有这样手相的女人，个人的生活过得比较甜蜜，一辈子都不用为金钱运势发愁与担心，生活方面也会过得幸福美满，不会缺乏衣食。14. 太阳丘隆起。太阳丘位于无名指根部的位置，代表的是女人的财富与家财等等。若是女人的太阳丘的位置明显的隆起，而且整个手掌比较红润有光泽，则一般拥有这样手相的女人，多半个人的理财能力出众，也容易嫁富贵老公，而且婚后会帮老公理好财，为老公的事业出谋划策。因此她们不但一甲金龟婿，而且还能够成为老公的得力助手。15. 感情线的尾部有分叉。感情线出现了分叉，其感情线尾端分叉的部位一边向木星丘延伸，一边向食指和中指中间的部位延伸。这样手相的女人是一个品行端正、颜值很高、颇有气质的女人，她们可以吸引到很多成功人士的关注，并能与很多有名望的人认识，这也为她们嫁入豪门奠定了基础。五行学说认为，世间万物均有五行属性，5个手指也不例外。中医看来，5个手指为五脏之端，是人体经脉的出发之点，是阴阳交汇之所。而从命理角度看，宇宙间的万物都具有全息性的特点，每个人都是一个小宇宙，人体内的每一个要素和区域与人体系统中脏腑的任何变化都可以通过体表的生物特征反映出来。手指作为与人体各系统联系最为密切的器官，自然能够准确而及时地反映出机体内部的活动状况，成为人体健康和运气的晴雨表。
同时反映出人体尚未呈现或者暴露出来的种种潜在的疾病和人生危机。从命理五行来看5个手指，5个手指各藏玄机。从手指的长短、形状、润泽程度可以透视你的命运。具体怎么看呢？小酱汁接下来就为酱友们分析一下。1. 大拇指。大拇指五行属土，为坤卦，因坤卦主生育，故拇指主父母。人在幼年受养于父母，故拇指又主根基，主保护之神。大拇指对应五脏的脾胃，主意志。形状长大坚挺，厚实无疤痕，饱满润泽的人，代表幼年时期运势较顺利，成人后财运往往都很不错。大拇指平薄且粗糙者，财运平平。大拇指代表一个人的生命经历，可以看到父母遗传。第一指节代表意志力、恒心和耐心，第二指节代表决断力、适应力和智力。大拇指两指节相等者，表示本人的意志力和决断力均衡。大拇指第一节代表意志，第一节过长的人意志力很强，不怕失败，但处理起事情常常缺乏理性的判断。大拇指第二节代表理性，第二节过长的人智慧高，聪明过人，思路清晰，理解能力强，沉着冷静。第一指节长于第二指节的人，表示其精神和人格受母亲影响较大；第二指节长于第一指节的人，表示其精神与人格受父亲影响较大。当一个人伸出手掌时，大拇指与其四指之间张开的力度越大，个性越独立自主，积极负责，不喜欢被拘束，有创造力，喜欢自由发挥。反之代表保守、依赖，缺乏开创力。2. 食指。食指五行属木，主肝胆，主魂魄。食指在手相学中通常意味着支配欲、权力欲与一个人的进取心、自尊心及胆量。所以食指较长的人性格也比较顽强，具有企图心，有胆量。有很多军官警察就是这种手指。食指形状端正、秀长润泽的人，代表青年时期运势顺利，身体健康，学业有成，事业顺利，对感情也能够认真负责。财运方面，食指长的人一般财运不错，是相对于自己的中指较长短，但敢赚敢花，很难留住钱。食指较短的人缺乏一定的自信，责任心不是很强，没什么野心、上进心。正因为如此，在职场上的表现也不是很出色，同时与身边的朋友、亲友关系也算不上很好。食指歪者歪向外而离中指，主平；斜者斜向内而傍中指，主衣食不缺，但不免奔走于四方。食指小者不断变更衣食之地而不得其所，尖削者败穷，短者克妻、畏妻，衣禄不足；曲者劳碌江湖，凹者孤独，伤者无成。3. 中指。中指五行属火，主心脏，主灵。中指也称为土星指，为五指中心，象征自己的命运，主知识修养，先天的悲观成分，处事的态度稳健谨慎，思虑抑郁孤独等等。中指指节身上最要明洁润泽，但有重纹者称中得意，亦不免惊惧多是非的困扰。邪者以功名中失奖，反者孤身贫乏，百事难成，谋远而成疏。中指形状端正秀长，饱满润泽，不歪斜的人，中年时期运势顺利，身体健康，婚姻幸福，配偶条件好，事业发达，财运亨通。此外也代表心思细密，能够坚持到底。中指形状歪曲短巧的人，代表中年时期运势阻滞，健康不佳，有依赖性，容易见异思迁，不能够坚持到底。中指如果生得过短，代表做事缺乏耐性，容易冲动，则影响个人成就。所以这种人必须好好约束和规范自己的情绪情感，不然很容易会做出令自己后悔莫及的事儿。4. 无名指。五行属金，无名指属肺金，金为秋，秋主收。无名指象征一个人的艺术才华、人缘和财富。此指为兄弟、夫妻、骨肉，是看40岁后的祸福。若歪斜，主兄弟骨肉隔角，妻妾行伤。无名指亦要明净，无重纹者为佳。
无名指的长度要到中指的第一节中线才符合标准。无名指过长的人代表优越感重，喜欢艺术和冒险，甚至好赌，不太把钱财当回事儿。无名指过短者缺乏对生活艺术鉴赏能力，生活也比较乏味，同时在健康上也表现为先天元气不足。无名指靠向中指，代表该人容易在立场不同时坚持己见。无名指靠向小指，小指代表财富。无名指靠向小指，代表懂得用艺术来赚钱，也代表有着独特的艺术眼光与审美观。而无名指形状歪曲短小的人，则代表壮年时期运势欠佳。5. 小指，小指五行属水，跟肾水有关。小指要清秀，长而不斜，短而不凸，五指之中最为短小，代表子女、晚辈等等，也是晚年的象征，代表一个人是否具有社交能力、主才学、财富和处事的手腕。小指越长，越代表有才华和财富运，处事风格上也会更加的圆润。小指最喜饱满、条达，长短粗细均匀，拥有一个直长的小指是非常幸运的。但是如果小指长度接近无名指的长度，则表示特别喜欢出风头，过犹不及。小指饱满又修长，晚运安康，子女孝贤。小指和无名指明显分开，则表示不喜欢受到拘束，思想自由灵活，且有很强的自信心。小指与无名指紧靠在一起，个性较不自信，容易害羞，需要别人的支持才能够勇敢行动。人用手来劳动，生产物质，创造财富，故此论及一个人的命运，自然离不开手。从手相学的角度来分析，影响运势的无非就是手型、手纹、气色、厚实程度等等。如果能够有效改善这些因素，自然也能够改善运势。那么生活中我们注重手的保养，手的润泽度就会变好，注意养生，让五脏更健康，手的厚实度、手纹就会减少，而良好的心态情绪会让我们的手相发生更好的变化。手指过短的也可以通过适当的留指甲来化解，手缝过宽的可以通过戴戒指作为弥补，从而让命运向更好的方向发展。好了，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希望大家能够喜欢，记得给小酱汁点点关注和小铃铛，小酱汁会继续给大家分享更多有趣的命理内容，我们下期再见。